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到民进了啊。这几个问题呢跟民进有关系啊。民进是不是也是被吴征中共这个控制的媒体？你不怕民进出卖你？你有不有一天也会揭露民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你认识民进的什么人啊？有人说民进也是中共在海外的媒体，是江泽民、习近平的马仔，你怎么看？还最后一个跟这有关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选择《世界日报》美国之音民进电视是个新媒体，才几天你干嘛要盯着民进电视？好了，这三个问题我把它合一了。非常好，这问题让我很兴奋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说我也很现在这个很好首先为啥选择明镜呢？因为第一条非常关键的，明镜的老板叫和平和平先生和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昨天晚上凌晨打电话替吴增说情的这位朋友。这个因为他打这个电话，我80%都把吴增的事情，包括涉及的个人隐私，我都删掉了。这位朋友是我非常尊重的也是和平先生的朋友。那么我通过这个朋友，我了解了很多和平先生的个人的事情，我很尊重他。包括这个和平先生过去所做的媒体，他真的是还是坚持了他的有的原则和理想。我对他个人是非常尊重的，他是一个有专业道德、有这个标准、有水平的一个个人媒体老板，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高瑜女士事件这个我不一定同意高瑜女士所有的观点，但是这个事件我知道，事实上跟这个明镜登出的文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平先生却全部承担，一直努力为这个高瑜女士所呼吁，这让我很感动，很有人情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这个明镜有没有中共的背景，是不是江书记，还有谁这个老板背景，我真不知道还有明镜，我有一天我会不会爆明镜的料如果明镜你是我们这些追求正义真反腐力量，如果你是我们的敌人，你像博讯一样收人家的钱，敲诈双方，然后呢在海外存有这个账号，你这个非法犯罪，你在美国干着这个非法的勾当，我一定会检举揭发的，那坚决的是。那么还有这个明镜这个节目呢电视为啥要选择呢？还有我希望我在推上说很多遍了，我现在不但可以选择《世界日报》美国之音我希望有机会在那块去做节目。我关键的问题是，明镜电视是一个新形式，明镜直播就像今天这个节目一样，我相信明镜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我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大家看到我从医院躺下，包括这个威胁，包括我的家人受到了威胁，包括这个我海外的公司的合伙人也受到了相关的威胁，包括一些个人的生命的安危，我相信明镜也有。但是我今天为啥在这种情况下还坐在这儿，还要去说这节目呢？我们有追求有理想，追求和理想是需要手段的。明镜电视不可逆转，不可删除。就像我那天跟博讯的韦石先生和希诺讲，我说你为什么要报道我都是假的？他说我没有我采访你了，你的我都播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博讯采访我的一个语音不叫采访，我是在解释我和郑介甫还有谢建生这两个通缉犯不认识，我可以在网上挂出来，你看看他是不是全面播出了，他80%他都没有播。我提到了中央领导人，我提到了当时我跟谁的认识，我提到了我和郑介甫和谢建生根本不认识，和他为什么陷害于我，他全都没播，他只是掐头去尾的给播了。就像那天我跟他见面一样，他说这是全部视频播放，结果把吴增先生的给删掉了，他是一贯的作为。可明镜从来没这么做过，明镜第1集播的时候也遭受了巨大风险，直接就是播出来了，不可逆转，过后呢被攻击网站，你们也没有任何妥协，这是难能的可贵，不收黑钱，然后站在公正的立场，然后确确实实支持和像我这样的真反腐，确确实实是想干实事的人，这是这个明镜 TV 的老板和这个平台多年来建立的个人信用和职业道德，包括明镜电视这种新形式不可逆转、不可篡改这种形式，这让我来选择了明镜。事实上，如果其他媒体，如果你博讯能做到这一点，我去博讯呢，我可以到跟你博讯去播呀，没有问题的。这就像这一段时间，我一直说我想和韦石先生对话从开始他说你不能来美国，
从开始说这个你是通缉犯，到开始说这个我要见面，然后提出条件，然后最后在曼哈顿见面，然后要看着我的眼睛，然后要叫我拿护照，然后最后呢又从来不回答我对他的问题，只说我的问题，然后又要求在这个法拉盛这个喜来登酒店见面，然后在见面的前2分钟，他和辛多还说：“郭文贵，你敢来吗？你是不是不来了？”结果我来了，他俩也说不出什么来了，还是瞪眼说谎。那你如果你真想对话的话，咱就可以在你的平台上直接说话就行了。比如说明镜是和平先生、陈小平先生，你对我有意见，咱俩可以在这说话呀，咱们可以对话。就刚才你对我的问题很尖锐啊，很不礼貌啊，包括你这个对我这刚才这问的尖端的问题和危险性的问题，我愿意回答呀。这是为什么选择明镜电视的原因。还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网友们，你们问的问题，我特别愿意回答。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郭文贵被查了2年了，如果有犯罪有事情早就完了，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我和明镜的合作，我跟和平先生跟他半点认识都没有。还有明镜背景是谁，他是什么老板，和他表达的在我这个节目当中的立场和观点没关系。还有博讯和明镜之间，他们之间所谓有什么竞争根本不存在，那你太看得起韦石和博讯了。这一点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层次。还有我觉得网友们要看到的事情，明镜爆出的新闻准确率是多高，过去的几届常委几乎99%都是正确的，而且很多政治观点它不是一个极端的在那吵啊骂呀造谣啊，它对国家的法治建设没有任何帮助，它很多方面是促进了国家的法治建设，这是事实，我不是拍明镜的马屁。郭文贵也没那么傻，这是我觉得网友应该判断是非和真假的一些观点。我特别愿意回答你们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继续问。